白须，侦探猫身份，喵探社的所长，传说中的喵川第一侦探。外貌，一只银白色短毛猫，胡须极长，眼神锐利，总是一副冷静睿智的样子，常常戴着一顶小礼帽，嘴里叼着鱼钱或猫薄荷烟斗。性格冷静理性，推理能力极强，观察力超群，能从细微的毛发、脚印甚至鱼钱碎屑中找到线索。特色，说话时常用严肃的推理语气，但行为举止像个有洁癖的猫，嫌弃脏乱，会强迫助手整理毛发。面对黑爪帮这种蠢萌反派，常常一脸我为什么要浪费脑细胞在这些家伙身上的无奈。口头禅，真相永远藏在最不起眼的猫毛里。小菊，助手猫，身份白须的助手，喵探社唯一的正式员工。外貌，一只橘色虎斑胖猫，圆滚滚的身材常常被取消。性格呆萌胆小，爱吃但也有意外的机灵时刻。特色，行动笨拙，常常在调查现场闹笑话，例如踩到证物，被卡在窗户，误吃掉关键鱼钱证物。虽然白须嫌弃他，但每次关键时刻总会意外帮上大忙，例如挡住犯人逃跑路线。擅长社交，跟街坊邻居、鱼贩、警犬等都很熟，情报来源丰富。口头禅，侦探大人，我觉得这里肯定有吃的。反派组织，黑爪帮。简介，黑爪帮自称全城最恐怖的盗贼团，实际上是3只搞笑猫咪组成的小团体，他们总想制造混乱，但每次都以闹剧收场。黑尾，首领外貌，一只黑毛大公猫，尾巴特别长，总是甩来甩去。性格自信心爆棚，喜欢大喊口号，黑爪帮天下无敌。特色，策划偷窃计划时常常说的天花乱坠，但真正执行就会一团糟。爱面子，明明失败了还要硬熬，这是我们的战略撤退。口头禅，这一次一定是天衣无缝的完美计划。花爪副手外貌，三花猫，身材娇小，行动灵活。性格小聪明，毒舌，常常嘲笑首领笨。特色，虽然看起来是最聪明的，但因为太爱抢功，常常与黑尾争执，导致计划失败。口头禅，你这个笨蛋首领。短耳小弟外貌，灰色短毛猫，一只耳朵短了一截，看起来呆呆的。性格忠厚老实，跟风，总是盲目崇拜首领。特色，力气很大，却脑袋转不快，常常在最重要的时刻出猪队友的行为，把秘密计划讲漏嘴。口头禅，首领说的对。波特局长，人类警察身份，喵川市警局局长，人类，戴着圆眼镜的中年男子。特色，对猫咪非常尊敬，尤其对白须有绝对信任。每次案件发生，第一句话就是快找喵探社。不太懂猫咪语言，常常需要小菊翻译给他听。喵川市的夜晚，鱼市场依旧灯火通明，几十个鱼钱架子整齐排列，海风一吹，钱香的味道随风飘散。这里是全城猫咪的天堂，许多猫白天偷溜过来蹭吃，但夜晚有巡逻的人类与警犬，几乎没猫能真正得逞。然而这个夜晚却不平静，当第一缕曙光还未出现，鱼贩老张一声怒吼，惊动了整条街。我的鱼钱全部没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喵探社的门口挂着一块歪歪斜斜的木牌，上面写着白须侦探社，喵川市唯一合法猫侦探机构。屋内，白须正趴在一张破旧沙发上，胡须一抖一抖，像是陷入沉思。在他旁边，小菊正大口嚼着鱼钱，嘴边油亮，毛都被沾湿了。小菊，白须眯起眼，冷冷道，你知道什么是推理的第一步吗？小菊含糊不清的回答，是先找到吃的。不对，是找到线索吧。白须一脸嫌弃，
你的脑袋里除了鱼钱还能有别的吗？有啊，还有烤鱼。小菊自豪地拍了拍肚子，结果啪的一声，一根鱼刺卡在牙缝。白须翻了个白眼，正准备训话，门口却被急促敲响。侦探大人，不得了啦！鱼贩老张冲了进来，满脸通红。我的鱼钱整整一排，昨晚被偷光了。小菊眼睛一亮，一整排。白须冷冷一瞥，收起你流的口水，这是案子，不是自助餐。鱼市场依旧充满海腥味。白须仔细看着空空如也的鱼钱架，眼神锐利。奇怪，他用爪子轻轻抚过地面，没有打斗痕迹，没有血毛，连碎渣都不多。小菊凑上去闻了一下，差点没把自己熏晕。但我能闻出来有3种不同的猫气味。白须点点头，没错，这不是单独作案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喵哈哈哈从鱼钱架后传来，3只猫影跳了出来，摆出奇怪的姿势。听好了，侦探，黑毛大尾巴的黑尾仰着头，我们就是黑爪帮，昨晚的鱼钱就是我们偷的，首领好威风啊！短耳在旁边拍马屁。笨蛋！三花猫花爪翻了个白眼，我们还没分赃完你就承认啦？白须揉了揉额头，我还以为能遇到像样的对手，结果是你们。小菊则一脸兴奋，所以说剩下的鱼钱在哪里？能分我一条吗？喂！黑尾气的炸毛，你是侦探爷，不是食客。黑爪帮为了证明自己天下无敌，拿出一个破烂布袋，结果一抖，里面掉出来的居然是半条发霉的鱼钱。场面一度安静。小菊小心翼翼问，就这？花爪瞬间跳起来，都怪短耳，你不是说袋子放好了吗？短耳委屈，我放好了，放在狗窝里最安全。你个猪头！花爪直接扑上去，2只猫打成一团。黑尾还想维持威严，冷静，冷静，我们是最强盗贼团。结果一脚踩空，整个猫摔进鱼桶里，水花溅出，整个鱼市场响起一片哄笑。白须面无表情地看住这场闹剧，胡须一抖，结论很明显了。小菊眨巴眼，什么结论？白须，真正的小偷不是他们。喵探社位于喵川市一条不太起眼的小街上，外表像是普通的旧住宅，里面却堆满了案卷、鱼钱袋子、放大镜和不知道从哪捡回来的破烂家具。沙发中央，白须端坐住，身上银白的毛梳得一丝不苟，胡须笔直，仿佛永远保持着侦探该有的冷静与威严。而在他对面，小菊正抱着一只鱼钱枕头，翻滚来翻滚去，嘴里还咕哝住梦话，烤鱼，再来10条，啪！白须冷不防伸出爪子，拍在小菊脑袋上。醒醒，住手，工作时间睡觉，你还想不想领工资？小菊猛地惊醒，立刻挺直身子，我没有睡，我是在推理。推理什么？白须眯起眼，推理我今天中午能不能吃烤鱼。白须。喵探社的门被推开，一位戴着高帽、穿着长风衣的人类走进来，他一脸焦急，怀里抱着一个空盒子。请问，这里是喵探社吗？白须微微抬头，冷冷道，你来对了。小菊立刻凑上去，眼睛亮晶晶，有没有带鱼钱作为委托费？人类愣了一下，我带的是钱。小菊当场撇嘴，没诚意。白须轻嗨一声，说重点。人类紧握着那个空盒子，语气发颤，我的家族传家之宝，一枚怀表，在昨晚不翼而飞。怀表？白须眼神一凝，丢在哪里？放在卧室的柜子里，锁着的。窗户没被撬开，门好好的。白须若有所思，小菊却一脸疑惑，咦，锁着的东西怎么会自己跑掉？难道是鬼偷的？白须淡淡瞥了他一眼，猫界里
没有鬼，只有毛。正当白须思索时，警局局长波特也匆匆赶来。这位圆眼镜的中年人额头冒汗，一进门就大喊：白须，又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白须依旧冷静，除了于钱和这位先生的怀表，昨晚还有几处仓库被偷。受害人都说他们看见有黑影窜过去，不少市民怀疑是黑爪帮。小菊立刻插话：那肯定是，昨天他们不是才在鱼市场承认吗？白须摇头，眼神深邃：不，黑爪帮有心偷东西，却没那个脑子。他们也许动过手，但真正能一夜间在多个地方行窃的，另有其猫。波特愣住了：你怀疑还有别人？没错。白须抬起头，胡须一抖，语气坚定：一只真正的高手正隐藏在这座城市的阴影里。小菊吞了口水，心里直打鼓，比黑爪帮还厉害的贼猫，那我们会不会太危险了？白须冷冷一笑：危险，这正是我们存在的意义。喵川市东郊有一栋废弃的仓库，外墙斑驳，铁门生锈，四处堆满破烂木箱。然而在黑爪帮眼中，这里就是他们的秘密总部。黑尾双爪叉腰，昂首挺胸，声音在空荡荡的仓库里回荡：喵哈哈哈！各位听着，昨晚我们成功在鱼市场留下了传说，今天该是制定新计划的时候了。首领，短耳眼睛亮晶晶，我们是不是要去偷更大的东西？比如一整艘渔船？你脑子被鱼刺卡住了吧？花爪翻了个白眼：一艘船你怎么偷？用你那2只短腿拖回来吗？短耳缩了缩脖子，低声嘟囔：可是感觉很威风啊。黑尾没有理会短耳，猛地一甩尾巴，把一张皱巴巴的纸铺在地上，那是他亲手画的作战地图，歪七扭八的线条，勉强能看出几个鱼钱、面包和钱袋的符号。听好了，黑尾眼神发亮，下一步我们要从人类的面包店下手，他们的面包香味四溢，价值连城，只要我们得手，整个喵川市都会在我们脚下颤抖。花爪翻了翻眼睛：整个城市才不会因为你偷几个面包就颤抖。闭嘴！黑尾一挥爪子，神情庄严：这不仅仅是偷面包，这是我们黑爪帮走向霸业的第一步。短耳热血沸腾：首领英明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花爪冷笑：你上次全力以赴，把偷来的鱼钱全掉进下水道了。短耳急得脸红：那是意外。为了行动万无一失，黑爪帮决定模拟演练。黑尾指挥：我扮演人类店主，花爪你演面包，短耳你演一只忠诚的搬运工。花爪不耐烦地缩在角落：为什么我是面包？因为你花花的，像面包上的芝麻。黑尾一本正经，短耳则兴奋地扛起一个空木箱，大喊：首领，我准备好了。黑尾故作严肃地站在门口，假装人类：喂，你们这些小偷想干嘛？花爪翻着白眼：这演技太烂了。短耳却当真了，一个猛扑冲啊！结果脚下一滑，整只猫连木箱一起滚下去，把黑尾砸得四脚朝天。啊，我的尾巴！黑尾痛得直叫。花爪捂住脸：这就是我们的天才计划。正当3只猫闹得一团糟时，窗外传来2只流浪猫的对话声：听说没？昨晚又有仓库失窃了，不止呢。有人说那是个动作快得像幻影的花斑猫。黑爪帮3只齐齐一愣，黑尾瞪大眼睛：什么？怎么可能？盗窃这行是我们黑爪帮的专属领域，怎么能让别人抢了风头？花爪冷冷一笑：看来这城市里还有比我们更厉害的贼。短耳满脸疑惑：那我们算不算二流了？黑尾当场炸毛：放屁，我们是最强的，我们要证明给全世界看。喵川市的夜晚，月色如水，
白须静静蹲在屋檐上，银白的毛在月光下泛出冷光，宛如夜色中的一抹刀锋。小菊则趴在他旁边，眼睛一边打瞌睡，一边还喃喃自语：侦探大人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白天查案，晚上睡觉。要不你查，我睡。白须没有理他，只是目光锐利地扫视街道。安静，今晚一定会有动静。鱼市场一片寂静，渔民早已收工，满地只剩淡淡的腥味。白须的胡须微微抖动，他敏锐地感受到空气中残留的气味。三股不同的猫味，又是黑爪帮。小菊打了个哈欠，不，这股气味和昨天不同，更冷，更隐蔽。白须眼神一凝，来了。下一秒，一道黑影如同风一般从市场一侧窜出，他的动作敏捷，几乎不留声响，只是月光下的毛色闪过斑驳的纹路，花斑。白须低声喃喃，抓到他。白须身形一纵，利落地从屋顶跃下。小菊愣了2秒，才惊慌失措地跟住跳下来，结果落地姿势极度难看，啪的一声，整个肚子朝下摔在地上，发出一声闷哼。呜，我这是牺牲演出吧？花斑黑影丝毫不停留，快速掠过鱼架，直奔后巷。白须紧追不舍，目光冷冽如猎鹰。小菊则在后面气喘吁吁：侦探大人，你慢点，我的肥肚子不适合长跑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阵喧闹声响起，黑爪帮来啦！3只猫影不合时宜地从垃圾桶后窜出，挡在路中央。黑尾自信满满的大喊：站住！今晚这片街道是我们黑爪帮的天下。花斑黑影没有丝毫犹豫，轻巧一跃，直接从黑尾头顶飞过去，消失在黑暗中。黑尾当场僵住，他无视我。花爪翻白眼，看来我们的霸气登场根本没用。短耳则傻笑，至少我们出场声音挺大。白须追到巷口，却只见一个被踩落的布片静静躺在地上，他用爪子夹起来，仔细端详，那是一块深色的布料，上面带着淡淡的鱼腥味。小菊气喘吁吁地赶来，趴在地上大口呼吸，呼呼，我是不是也算破案有功？白须冷冷道，你确实有功，因为你的喘息声吓跑了附近的老鼠。小菊一脸委屈，我觉得你在内涵我。白须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目光落在那块布上，胡须微微颤动。这不是普通的布，它属于人类的衣物。他眼神一冷，也就是说，这只花斑猫和人类有过接触。夜色深沉，喵川市的屋顶上，一道花斑身影在瓦片间掠过，快得像一道残影。他的动作轻盈，几乎没有声响，像夜色里的幽灵。而在后方，白须紧追不舍，银白的身影疾驰而过，胡须微微颤动，眼神专注如猎鹰。今晚绝不能让你逃掉。他低声喃喃，小菊则在后面拖着沉重的身子，一边跑一边惨叫：侦探大人，我真的不适合高强度运动，我的肚子要罢工啦！花斑猫猛地一跃，越过2栋房子之间的狭窄缝隙，白须紧随其后，爪尖精准地落在屋檐边缘，再度弹起。小菊也硬住头皮往前跳，结果整只胖身子卡在了2个屋檐之间，动弹不得。啊！救命啊！我这是半只猫命卡在半空。它4脚乱扑，肚皮挂在瓦片上，哧溜一下滑来滑去。白须冷冷回头，懒洋洋吐出一句：等我回来再救你。小菊瞬间绝望，你这叫同伴吗？花斑猫似乎故意拖延，它一个急转身窜进了下水道口，白须跟住跳了下去，瓮声回荡，潮湿的气味瞬间扑鼻而来。这家伙对地形非常熟悉，水道里一片漆黑，只有零星月光透过缝隙洒落。白须眯起眼，耳朵微动，
锁定了前方前行的声音。哇哈哈，黑爪帮来啦！3只猫影不知道从哪里冒出，气势汹汹地堵在下水道中央。首领，这次我们一定能拦住对手。短耳兴奋地举起一根不知道哪里捡来的木棍，看我的必杀黑爪乱舞。黑尾气势万丈，结果挥舞木棍时自己打到自己尾巴，痛得嗷嗷直叫。花爪一脸嫌弃，这还能叫帮派吗？叫马戏团算了吧。花斑猫冷冷一瞥，根本不理，轻巧一闪，直接从他们头顶掠过。白须紧跟其后，却被黑爪帮一群乱舞差点绊倒。别挡路！白须沉声喝道，眼神如刀。黑爪帮3猫齐齐一愣，吓得缩在角落。就在这混乱之际，一个胖影子终于落下，小菊。他从上方屋檐滑落，正好咚的一声，屁股朝下，结结实实砸在地上，结果刚好卡住了下水道的一个侧出口。花斑猫原本想从那里逃走，却被堵个正住。哎呀，我的屁股！小菊哀嚎住，却浑然不知自己立了大功。花斑猫冷冷盯住他，目光闪过一丝狠意。下一秒，他猛地一扑，竟从小菊头顶踏过，瞬间跃向另一个出口。啊！被当跳板了！小菊差点没哭出来。白须追出来时，只看到一片溅起的水花，花斑猫的身影再度消失在夜色深处。白须停下，沉着地环视四周。他低下头，发现水道的砖墙上留着几道深深的爪痕，那不是普通的抓痕，而是刻意留下的记号。白须轻声道，这不是逃跑，而是挑衅。小菊跌跌撞撞跑过来，肚子还在抖。侦探大人，我是不是很有用？白须瞥了他一眼，你确实有用。小菊瞬间眼睛一亮，真的吗？白须淡淡补了一句，因为你是最完美的挡路石头。小菊差点没当场吐血。清晨，喵探社，桌上摊开着各种物证，一块深色布料，一张记录下来的爪痕拓印纸，还有小菊不小心压坏的一块鱼钱。原本应该是证物。白须端坐在桌前，银白的胡须随住呼吸微微抖动，眼神冷冽，像是正在把所有线索拼凑成一幅看不见的图。小菊则懒洋洋地趴在椅子上，眼神空洞地盯着鱼钱，口水一滴一滴落下。侦探大人，我们真的非要这么早起来推理吗？我觉得睡一觉可能会灵感更多。白须冷冷回应，睡一觉只会让你变成更胖的枕头。白须伸出爪子，轻轻抚过那块布料，这不是普通的破布，它的纤维质地细腻，是人类衣物的一部分，而且不是平民衣服，更像是高级布料。小菊眨巴住眼，你的意思是这只花斑猫和有钱人混过？不仅如此，白须将布料放到鼻尖，闭上眼清嗅，还带着淡淡的香料味，是人类常用的香水。小菊眼睛瞪圆，啥？一只猫喷香水？他是不是想谈恋爱？白须懒得理会，继续分析。再看这爪痕，它不是随意留下的，而是刻意划在砖墙上，方向统一，角度锐利。所以呢？白须深吸一口气，胡须微颤，这是一种记号，类似于猫族之间的路标，他在告诉某个对象，他走过这里。小菊一边听一边打瞌睡，脑袋越点越低，最后咚的一声撞到桌角，呜啊！他痛得直捂脑袋，顺势把桌上的鱼钱证物叼进嘴里。你！白须瞬间炸毛，那是证物。小菊边嚼边含糊道，但它能证明一件事啊。白须冷声，证明什么？小菊嚼，忽然眼睛一亮，证明这鱼钱不是普通的，它比市场上的鱼钱更软，口感不一样。白须愣了一下，目光闪烁，没想到你这张嘴还能派上用场。小菊得意洋洋，那当然。
我的嘴是最强侦探工具。白须冷冷补刀是最强证物销毁工具。白须将鱼钱碎屑放在放大镜下，认真观察，果然，这鱼钱并非市场的普通货，而是特殊腌制的高级鱼钱，只供应给少数贵族和收藏家。小菊恍然大悟，所以花斑猫不是乱偷，而是专挑贵东西下手。白须点点头，它的行动范围和普通流浪猫不同，显然与某些人类圈子有关联。小菊咽了口水，这听起来好像比黑爪帮可怕多了。白须微微一笑，眼神冰冷。黑爪帮是闹剧，而这只花斑猫才是真正的对手。喵川市东郊废弃仓库，可恶！黑尾气得在地上直拍爪子。我们黑爪帮居然被那只白毛侦探瞧不起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花爪翻着白眼，你什么时候咽得下过？短耳一脸愤愤不平，对呀，首领，我们可是全城最强盗贼团，怎么能被说成闹剧？没错。黑尾尾巴一甩，眼神凶光闪烁，既然那个白须敢小看我们，我们就要让他知道什么叫黑爪帮的可怕。你打算怎么做？花爪怀疑地眯起眼。黑尾胸膛一挺，咬牙切齿道，偷袭。今晚我们要攻进喵探社，把他的侦探桌子翻了，毛书藏起来，鱼钱全搬走。短耳一听，立刻拍爪大喊，好主意，首领英明。花爪则捂脸叹气，这算哪门子的报复啊？夜深人静，喵探社的窗户透出微弱灯光，白须正翻阅着资料，小菊在旁边打瞌睡，脑袋一点一点。而在窗外，黑爪帮三猫正偷偷摸摸地蹲着。短耳，你去放置陷阱。黑尾低声吩咐。短耳点头，掏出一根绳子，结果绳子还没绑好，自己就被勒住了脖子，差点没窒息过去。嗨嗨嗨！短耳挣扎住，首领，我觉得这绳子有点凶。花爪冷冷道，凶的是你自己的脑子。黑尾咬牙，转向花爪，那你去设置惊吓机关。花爪不情不愿地拿出一个破旧罐子，准备装石头，结果手一滑，整罐直接砸到黑尾头上，咚的一声响亮。呜啊！黑尾眼冒金星，这是暗算吧？抱歉，我只是手滑。花爪假装无辜。终于他们鼓足勇气推开了喵探社的后门。喵哈哈，白须受死吧。然而门刚一开，三只猫齐齐咚的被一叠厚厚的案卷砸中，直接压成了一个毛球叠罗汉。白须抬头，眼神冷淡，你们来这里是打算帮我整理档案吗？小菊揉着眼睛迷糊地说，侦探大人，这三只毛球怎么又来了？咱们是不是该收保护费？黑尾从案卷堆里挣扎出来，强撑着气势，你别得意，我们还有杀手锏。话音未落，短耳一个不小心踩到自己放的绳子，啪的一下把自己吊到半空中，四脚乱踢。首领，我飞起来了。花爪也想扑过去救，结果被另一堆档案滑倒，咚的一声压到黑尾。黑尾眼泪都快出来了，这哪是报复，这是酷刑吧？白须慢条斯理地站起来，甩了甩尾巴，冷冷道，我本来以为你们能稍微成点气候，结果还是小丑团。黑尾气急败坏，什么小丑团？我们是最强的盗贼团，对吧？白须不耐烦地打断，这句话我听过太多次了。小菊忍不住偷笑，他们该不会把最强和最蠢搞混了吧？黑爪帮三猫齐齐炸毛，你说什么？结果因为一怒之下用力过猛，整个书柜倾倒，轰的一声把他们彻底埋了。房间安静下来，只剩下一堆喵呜呜的呻吟声从书柜里传出。白须面无表情，冷冷道，解释清楚，我就放你们走。你们昨晚偷了什么？我们什么都没偷成功啊。黑尾哭丧住脸，
只有一条鱼钳，而且还发霉的。白须凝视他们片刻，胡须轻抖，果然如此。小菊疑惑，侦探大人，你是说？白须的声音冷冽而坚定，真正的偷窃者不是这3只笨蛋，而是那只花斑猫。清晨，喵探社的桌上堆满了新整理的线索。白须静静坐在桌边，眼神专注，胡须一抖一抖，像是在演算一场复杂的棋局。小菊则趴在旁边，抱着鱼钱袋，眼皮打架。侦探大人，我们整晚没睡，就为了盯着一块破布和几道爪痕。白须冷冷回答，对你来说是破布，对我来说是答案。就在这时，波特局长急匆匆冲了进来，满头大汗。白须，大事不好。说。白须眼神一冷，警局的政务室被盗，里面的一件重要物品，一块带血的手帕不翼而飞。小菊吓得一激灵，差点把鱼钱掉地上，连警局也被偷。白须没有惊讶，只是将桌上的布料摊开，与局长描述的手帕比对，低声道，果然是他。这只花斑猫不只是单纯的小偷。为了获取更多情报，白须带着小菊走访街坊邻居。在面包店，老板娘抱怨，那只花斑猫我见过，它经常在晚上偷偷蹲在角落，看住我的面包，可每次没偷成就消失了。在鱼贩老张那里，他沉声说，那家伙不简单，他不是饿肚子才偷，而是挑最贵的下手。昨晚我特地留了普通鱼钱，结果他一眼不看，反而把特制鱼钱全偷光。小菊吞了口水，挑贵的。这是什么高级贼猫吗？白须冷冷道，不，这是习惯。夜幕降临，白须带着小菊潜入一处废弃屋，屋内有破烂的棉布垫，角落却堆满了鱼钱、面包和闪闪发亮的人类物品。在最中央蜷缩着几只瘦小的小猫。小菊瞪大眼睛，侦探大人，原来他是为了小猫。白须目光一闪，沉声道，一开始确实如此，但看这些物品，他已经不只是为了养活孩子，而是逐渐沉迷于盗窃的快感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花斑身影闪出，挡在小猫前方，眼神冷冽而带着敌意。白须与他对视，空气中充满压迫。所以是你？白须低沉地开口。花斑猫没有回答，只是低低咆哮，尾巴紧绷。小菊紧张地缩在白须后面，小声道，侦探大人。他眼神好凶，我觉得我下一秒就要变成宵夜了。白须却依然冷静，你的动机是为了小猫，但你的行为已经越过了界限。偷鱼钱是一回事，连警局的政务也偷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花斑猫眼神闪烁，似乎有一瞬的犹豫，但很快他低吼一声，猛然窜出，撞翻桌椅，带着小猫们消失在黑暗中。白须望着空空的屋子，目光锐利，他已经不只是贼，而是威胁。小菊一脸发愣，可是他只是想保护小猫啊。白须沉声道，这世上没有任何理由能掩盖罪行，尤其是当那罪行牵扯到警局与人类。小菊心里一凛，咽了口水。夜色下的喵川市屋顶冷郁如钩，白须静静立在瓦片边缘，银白的身影仿佛与月光融为一体。对面花斑猫伏低身子，眼神冷冽，尾巴紧绷，像一根随时会弹出的弦。小菊则站在白须后面，紧张的整只猫在抖。侦探大人，我们真的要在这么高的屋顶打架吗？我怕一个不小心，我的肚子会变成气垫摔死你。白须没有回答，只是低沉道，花斑，你的行动已经危及整个城市，现在是你停下的最后机会。花斑猫低吼，眼神闪过一丝决绝，我不会停下，我不能停下。话音未落，他猛然窜出，利爪闪过冷光，
白须身影一闪，与花斑猫在半空中短暂交错，瓦片被爪子划得叮叮作响，两只猫在屋顶上飞快移动，像两道残影彼此碰撞，速度不相上下。白须心中冷静分析，但他的动作带着焦躁。破绽就在这里，花斑猫猛地一扑，试图将白须压制。白须灵巧翻身，爪尖刚好点在瓦片边缘，借力一跃，反将花斑猫逼退数步。小菊在一旁看得眼花缭乱，两眼直冒星星。哇啊，这比看电视还刺激！但话刚说完，他一个不稳，屁股咚地坐到瓦片，结果瓦片整片滑落。啊！小菊尖叫，竟整只猫顺着瓦片一路滑下，直直朝花斑猫撞去。花斑猫原本全神贯注在白须身上，没料到小菊突然杀出，猝不及防被撞得翻滚在屋檐边，险些掉下去。哎呀，我不是故意的！小菊哀嚎住，紧紧扒着屋瓦。我的屁股又立功了吗？白须眼神一冷，趁着这瞬间的破绽，猛地压制上去，将花斑猫死死按住。到此为止了。白须语气冷冽。就在这时，喵哈哈，黑爪帮来啦！三只蠢萌的身影从远处的屋顶冲过来，踩着瓦片咚咚咚乱响。黑尾大喊，首领要亲自收拾你们。花爪吐槽，你确定不是来送人头？短耳满脸兴奋，首领，我来帮忙。结果他一脚踩空，啊！整只猫滚成毛球，砸在白须和花斑猫身边，场面瞬间乱成一团。黑尾急得直叫，短耳，你怎么总是砸自己人？花爪捂住脸，丢死人了。趁着混乱，花斑猫猛地挣脱，尾巴一甩，闪进黑暗的巷道。白须想追，但前方已是一片阴影，声音全无。小菊趴在屋瓦上喘着气，又跑了。侦探大人，我是不是帮到忙了？白须静静凝视着远方，胡须一抖，低声道，不，你帮了大忙。至少我已经确定一件事，他不是单纯的窃贼，而是一个被困在自己动机里的囚徒。小菊一头雾水，听起来好高深，能翻译成我们还得继续追吗？白须冷冷一笑，正是如此。喵川市的清晨，雾气氤氲，街道还未完全苏醒。白须独自站在鱼市场的高墙上，静静等待。小菊缩在他身边，眼睛打着瞌睡，嘴里还含着半条鱼钱。侦探大人，你确定他会来吗？昨晚我们已经打了一架，我觉得他应该恨死我们了吧？白须眼神锐利，胡须微微颤动。不，他一定会来，因为这里是一切开始的地方。雾气中，一道花斑身影缓缓出现，他的眼神不再只是冷冽，还多了一丝疲惫。为什么要阻止我？花斑猫低声问。白须平静回答，因为你的行为已经危及整座城市，我只是想保护我的孩子。花斑猫的声音带着颤抖，它们太小了，没有鱼钱活不下去，所以我只能……白须凝视着他，语气冷却却不无温度。一开始你是为了生存，但你自己也清楚，后来你已经沉迷于偷窃，这不是保护，而是逃避。花斑猫愣住，眼神闪烁，身后那几只小猫蜷缩住，怯怯地看住大猫的背影。花斑猫低吼一声，猛地窜起，似乎想拼死一搏。白须却丝毫不动，胡须一抖，冷声喝道，看清楚，你身后有什么？花斑猫的爪子停在半空，他回头看见小猫们正瑟缩在角落，用害怕的眼神望住自己。那一瞬间，他的动作僵住，眼神彻底动摇。白须趁势上前，低声道，如果你真的想保护他们，那就停下，让我来解决问题，而不是让全城都成为你的敌人。花斑猫的身体微微颤抖，最终它垂下了爪子。
就在这个凝重的时刻，黑爪帮来啦！3只蠢萌的身影又一次从墙后跳出来，还摆了个自以为帅气的造型。黑尾狼手，你们以为大戏结束了吗？真正的最终 BOSS 是我们。结果下一秒，短耳踩空，一屁股把花爪压在地上。黑尾想摆帅，却被自己的尾巴绊倒。小菊忍不住笑出声，哈哈哈！你们前脆改名叫摔跤帮算了。花斑猫原本紧绷的神情也不由得愣了一下，眼里的寒意逐渐化开。最终在白须的斡旋下，花斑猫将偷来的物品归还，警局也同意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在保护下抚养小猫。波特局长感慨地对白须说，还是你厉害，白须，要不是你，这城市早就乱成一团了。白须只是冷冷回道，这是我的工作。白须瞥了他一眼，你是喵探社最可靠的肉盾。哎，小菊差点没哭出来。夕阳下，喵探社的招牌在微风中摇晃。白须慵懒地躺在沙发上，眼睛半合，小菊则抱着一大袋鱼钱，乐呵呵地啃着。侦探大人，这次我们算赢了吧？白须轻轻点头，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。没错，这就是胜利。小菊眨巴眼，那下一次我们会接到更简单的案子吧？白须打了个呵欠，语气冷淡却带着神秘意味。不，下一次会更麻烦。就在两猫休息时，喵探社的门被推开，一位神秘的人影走了进来，低声道，白须侦探，我需要你调查一件比任何案件都离奇的事件，新的冒险正在等待。